植物总给人留下温和柔弱的印象，其实不然，一切生命都要设法保护自己。植物不能用常规武器反击，就只好用化学武器防身。就连我们驯化已久的农作物，也不都是省油的灯。常言道，百菜不如白菜。大白菜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蔬菜作物，生吃起来又苦又辣又呛。这是因为白菜会在成熟组织中积累芥子油苷，一种含硫的氨基酸葡萄糖苷，同时还贮存了丰富的芥子酶。一旦食草动物咬破它的细胞，芥子酶就会切掉芥子油苷的葡萄糖基，最终产生大量的异硫氰酸酯。这种物质挥发性很强，能驱散大部分昆虫，更能刺激哺乳动物的鼻窦产生强烈的痛觉。这套芥子炸弹就是十字花科植物的招牌防御。不仅大白菜，云台属的小白菜、卷心菜、油菜、芥菜、榨菜、花菜、西兰花、雪里红，萝卜属的青萝卜、白萝卜、红萝卜、变萝卜、樱桃萝卜也都富含芥子油苷。根据氨基酸种类不同，已知的芥子油苷有100多种，而人类也正是相中了这种风味，用它们做出各种菜肴，还拿芥菜籽磨出芥末当做鲜美的调料，并且发现异硫氰酸酯可以抑制细胞色素氧化多环芳烃，有抗癌的功效。但防御毕竟是防御，高剂量的芥子油苷能损伤人体的甲状腺，诱发全身性的代谢紊乱。各种豆角，尤其菜豆角就更厉害，它们含有植物血凝素，能诱使血细胞聚集。只要5颗生菜豆就能让人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冷汗等神经系统症状。另外还有皂苷能刺激消化道，引发腹痛和腹泻。因为吃豆角没煮熟而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，每年都有发生。类似的还有黄花菜，它们富含秋水仙素，这种物质能抑制微管蛋白聚合，阻止各种细胞分裂。急性中毒时带来严重的肾衰竭和呼吸衰竭，毒性与氰化钾不相上下。好在秋水仙素很易溶，风干焯水就毫无问题了。美味的茄科植物也很毒辣，它们全身都能合成茄碱，又叫龙葵碱，是一种三萜糖苷，也属于皂苷，能抑制神经系统释放乙酰胆碱。急性中毒后能令人感到口舌麻痒、烧心腹痛，继而上吐下泻，最终瞳孔散大、浑身抽搐而死。它的小鼠口服半数致死量大约是590毫克每公斤，比单至参还强。对人来说，茄碱含量在200毫克每公斤以内的食物都算得上安全，所以茄科蔬菜的栽培品种都可以放心食用，而且对健康相当有益。唯独发芽土豆的茄碱含量可以超过5000毫克每公斤，相当致命。再怎么说，人工选育的农作物总是更安全，但是有些人趁着春色撩人瞄上了野菜，一旦误食毒草那就非常危险了。比如水芹是中国南方相当传统的春夏野菜，但水芹总是与毒芹相伴而生，二者形态极其类似。毒芹富含毒芹毒素，一种聚缺烃醇，能拮抗神经系统中的伽马氨基丁酸，使神经系统持续兴奋，在60分钟之内令人死于头晕、呕吐、腹痛、痉挛、心悸、呼吸衰竭，半数致死量2.8毫克每公斤，比氰化钾还毒。蕨菜是另一种广泛流行的春季野菜，凉拌、炒肉、做凉粉都很爽口，但实在毒得很。其中富含原蕨苷、本草酸、蕨内酰胺等致癌物，尤其原蕨苷在消化系统内脱去葡萄糖后就成了一种2烯酮类化合物，能破坏人体的 DNA， 强烈的诱发癌症。所以它没有安全剂量，只要吃下去就有癌变的可能。那些流行吃蕨菜的地区也因此有格外高的消化道癌症发病率。凡此种种，植物的用毒手段实在丰富，不胜枚举。野生植物不但成分不明，富集重金属污染物，沾染寄生虫卵，因霉变而积累毒素的情况也实在严重，却没有任何质检监控。所以说，要吃得健康，还是农田里监视下长大的作物更适合我们。我是刘大可，欢迎转发支持我们。想要看到更多内容，请在微博、微信、哔哩哔哩、知乎搜索混乱博物馆，关注我们。欢迎留言，我会尽可能回复。感谢收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